Hello， 耳機裡屏幕前的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呀！我是你們的主播青青楊，又在這個溫柔的夜晚和大家準時見面了。今天我們來聊一個特別實用，每個人生活裡都用得上的話題——高情商溝通，拿捏人性的談判術。一說到談判，很多人會覺得那是老闆、銷售、律師才要做的事，離自己很遠。其實真不是，跟老闆談加薪，跟客戶談合作，跟家人商量事情，跟商家砍價，甚至協調朋友之間的矛盾，本質上都是談判。談判的核心從來不是吵架、壓人、耍心機，而是看懂人性，說對話，讓別人願意配合你。真正厲害的人，不是聲音大、道理多，而是懂溝通、懂人心，輕輕幾句話就能把事情談成。今天我就把這套高情商談判技巧拆成幾個好懂、好用、馬上能上手的方法，分享給大家。第一點，談判的前提不是說服，是共情，先處理情緒，再處理事情。很多人一談事情就崩，原因很簡單，一上來就講道理，爭對錯，完全忽略了對方的情緒。人性有一個共同點，情緒不對，道理白費。比如你想讓同事配合你工作，一開口就說，這個文件你必須今天給我，對方第一反應就是抵觸、抗拒，不想配合。但如果你換成，我知道你最近手上事情也多，特別忙，辛苦你了。如果今天能抽空幫我處理一下，我這邊就能順利推進，真的非常感謝。先認可對方的感受，讓他情緒舒服了，他才願意聽你後面的話。高情商談判的第一步，永遠是共情先行，利益後至。人都是感性的，你讓他舒服，他就會讓你好過。第二點，學會給台階，給面子，讓人贏面子，你贏裡子。人性裡很重要的一點，絕大多數人都怕輸，都要面子。很多談判談不攏，不是利益談不攏，是面子下不來。真正聰明的談判者，懂得讓對方感覺自己贏了。比如買東西砍價，商家不肯少，你別硬剛說你賣太貴了，可以說，我也知道你這個質量值這個價，就是我今天預算剛好差一點，你稍微幫我優惠點，我馬上拿走，以後也常來光顧。既給了商家面子，又達到了你降價的目的。再比如和家人有分歧，不要說你就是錯的，可以說我明白你的想法，其實我們的目的是一樣的，只是方式不一樣，我們試試這樣會不會更好？讓對方有面子有台階，他才願意鬆口。你贏了結果，他贏了感受，這才是雙贏。第三點，不談我要什麼，多談對你有什麼好處。人性的底層邏輯是只關心和自己有關的事。你說的再激動，對方聽不到好處，就等於白說。想讓別人配合你，秘訣只有一句，把你的需求包裝成他的利益。想讓老闆給你加薪，別只說我很辛苦，要說我最近承擔了更多工作，也做出了一些結果。如果薪資能匹配上，我接下來可以承擔更重要的任務，為部門帶來更多收益。你看，你不是在要，而是在交換。想讓別人幫忙，別說你幫我一下，要說這件事辦成之後，對你這邊也會更方便、更省事、更省心。人都是趨利避害的，你讓他看見好處，不用你逼，他自己會主動。第四點，懂得留餘地，不把話說死，學會柔性堅持。很多人談判容易走極端，要麼一味妥協，要麼強硬到底。太軟會被欺負，太硬會把人逼走。高情商的方式是立場堅定，態度溫和。比如別人提出不合理要求，你不想答應，不要直接說不行，我絕對不做。可以說，我特別理解你的想法，只是我這邊確實有難處，實在沒辦法做到。
但我可以幫你做到另外一部分，你看這樣行不行？拒絕但不絕情，堅持但不尖銳。還有一個小技巧，不先說死，不馬上答應。遇到事情別急着說好或不好，可以說我理解，我回去想想，再給你答復。一緩一停，主動權就回到你手上了。第5點，學會沉默和傾聽，讓對方多說，你就贏了一大半。很多人以為談判就是要能說會道，其實恰恰相反，說得多的人往往暴露得多，聽得懂的人才能拿捏得住。你讓對方多說，你就能知道他在意什麼，害怕什麼，底線在哪裡，真正想要什麼。這些信息就是你談判的武器。而且人都有傾訴欲，你認真聽，他會覺得被尊重，對你的好感度會悄悄上升。好感一上來，談判就容易多了。記住一句話，讓對方說爽了，事情就好辦了。第6點，用我們代替我和你，拉近距離，減少對立。語言會悄悄影響人的心理，你字太多，容易讓人有壓迫感；我字太多，顯得自私。適時多說我們，你應該怎麼做，我們可以一起怎麼做，你要配合我，我們一起把這件事做好。你別這樣，我們換個方式會不會更好？簡單一個詞就能把對立關係變成合作關係。人性就是這樣，你把他當自己人，他就不會把你當外人。第7點，守住底線，但懂得讓步，小處妥協，大處絕不鬆口。真正的談判不是寸步不讓，而是有捨有得。無關緊要的小事可以大方讓步，顯得你大度好溝通，但涉及核心利益、底線原則的事，絕不能含糊。比如時間上可以遷就，態度上可以溫和，細節上可以靈活，但價格、責任、原則、底線必須清晰堅定。你小事上給甜頭，大事上立規矩，別人既覺得你好相處，又不敢隨便欺負你。第8點，最後給對方一個不得不答應的理由。談判到最後，往往差臨門一腳，這時候不要逼，不要催，而是給一個合理又舒服的理由。比如，趁現在這個機會定下來，後面也省心，這樣對我們雙方都最划算。早定下來，我們也能早點開始，不耽誤事，不強勢，不尷尬，順理成章地達成結果。其實說到底，所有談判術、溝通術，本質上都是人性術。懂尊重，懂利益，懂情緒，懂台階，你不用凶，不用吵，也能把事情談得漂亮。高情商不是圓滑，不是虛偽，而是讓別人舒服，也讓自己不吃虧，是既能達成目的，又能留住人情。生活就是一場場大大小小的談判，願你都能溫和而有力量，清醒而有底線，說得出讓人舒服的話，辦得成讓人認可的事。好了，今天關於高情商溝通、拿捏人性的談判術，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啦。我是青青楊，如果你覺得這期播客有用的話，請點讚分享給身邊的人。你也可以送我一杯小小的咖啡，讓我有更多分享的動力。感謝你的收聽。